近期的市场又到了考验大家纪律性和心态的横盘局面了。近期的资金呢，就在小灯票和老灯票之间来回往返跑，让坚定选择科技的同志们很费解。不是要科技突围吗？为什么还要总把老灯类的票子拿出来当刹车片呢？其实原因就藏在昨天的节目里。美国的制造业它是怎么崩溃的呢？其实就是从无论创新型的制造业还是到传统的军工业，一旦凭借放出点利好，做个 PPT， 甚至到现在跟 OpenAI 握手就能狂涨上千亿美元开始的，啥好人家的制造业能有这个利润率呀？于是科技制造业的公司的决策层全是一水的金融人才，而不是技术人才和组织管理人才。那这些人决策的制造业公司自然不会大力投入实际科技突破，费这劲干嘛呀？于是我们就看见了，连波音这种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沾了不用制造业升级就能赚得盆满钵满的金融鸦片之后，也是没法救了。简言之呢，就是大家都看了15规划，对于科技就是未来的主线理解的都很到位，于是呢就都想一块儿去了，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嘛，都往小灯股里冲。那为了防止科技类的小灯们染上这个不好的金融瘾头，自然就是要压住节奏的。那压住了小灯，又必须要维持目前大 A 的低波动率，因为吸引更多资金入场的关键2个指标就是不断升高的指数和稳定的波动率，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每有调教小灯稳健发展的需要的时候，就会把老灯票再出来把玩一下。牛夫人虽然不是小甜甜了，但依然是自家的夫人呢，所以最近的市场就来回的在小灯和老灯的标的之间摇摆。如今大家都感觉到了，主力在玩低定一般的掌控着局面。具体方法呢，我在10月的内部每日策略里就有分析过，这里呢只能笼统的说一下，就是通过 ETF 和要求大机构对标 ETF 的方式降低流动性，从而实现平准基金的一点资金就可以调整整个市场风格的效果。这种方式目前呢还不特别完善，可以看出决策层正在不断的加大对大机构的引导和教育。9月公募基金行业机构投资者直销服务平台出炉，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建立并且运营。如今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征求意见稿正在有序推进中，简言之就是自家的队伍接下来一定要听指挥。大机构手里的资金也是社会资源，他们也不过是职责所在分配社会资源的主体而已。真的拿着全体人民的钱就把自己当华尔街之狼了，可是要不得的。唱着华尔街的西天真经，行的是损害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把式，在15要全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档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9月对浙江金融网络的净化只能说是个开始，如今方兴未艾，后续只会不断的深化。那盘面如今控制在主力手里，好处呢是尽可能的让各方面的参与者都雨露均沾，但是弊端就是让习惯了牛短熊长的弄潮儿们失去了熟悉的土壤，一切惯性和基本面分析都不如更高的意志对走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无所谓利好还是利空的消息，只要冲小灯太猛了就要压住，然后把老灯拿出来盘一盘，使得资金呢就在这2大阵营做摆锤式的往复。这一往复就苦了那些喜欢追涨杀跌的弄潮人们，每个往复都锤在了自己身上。我已经提示了很多次了，目前喜欢短跑杀个7进7出的群体是当前风格下被剁得最碎的韭菜馅儿，而目前最好的进取其实就是不错过任何一次关键性的抬升，同时接受正常的消化震荡。目前其实官方给大家打的是明牌，欢迎长跑选手溜垮短跑健将，只要决策层不想泡沫化，不想市场一骑绝尘的往上跑，更不想让投机群体比研发生产的群体更安稳无忧，就必然会在每一个阶段性的点位上反复的上下，不断的越过关键点位的同时，又不断的提高每次震荡的底部位置，这就是最理想也是最健康的牛的形态。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配置目前的价值多于择时也多于推荐标的的原因。如今中美博弈告一段落，其实下一场博弈的烈度和深度只会更强。如今美国政府持续停摆已经创了历史记录了，重创了美国经济，对我们出海的企业其实也是有短线冲击的。
美联储还在妄图恢复美元潮汐一朝翻本的这个迷梦里，对于12月降息扭扭捏捏，市场之前已经交易了2轮的降息周期了，对于第3次的预期也会水涨船高，不排除鲍教皇离任前再玩一次心理战术。而美国正在全球想方设法的炒高油价和矿产的价格，以增加收入和全球对于美元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这些品类的过度拥挤。虽然目前中美进入了冷却期，但其实双方都在拼命的构筑自己下一轮的防御攻势。而大 A 就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加固的一个着力点，具体要如何做，有怎样的框架，今天比较晚了，我们周3中午12点一起聊一下，记得左下角点一下预约哟。